上岸逆行，找个地方补补妆，将物理手段和术法手段的伪装备齐。这一次李长寿化作一个文弱的书生，朝着东北方向赶去。躲在袖中的右手捏着摄魂珠，李长寿在细细地观察着这只大妖的零星记忆。不多时，他还真的找到了一些更有用的情报，甚至他还听到了渡仙门3个字。就在一个有关三教仙宗的话题中，是旁人对这头大妖说起的。当李长寿逃出了5-6万里时，熊寨寨门处，一群壮汉壮女子百无聊赖，哈欠连天，看着台子上的这几个人跳过来跳过去。这几个炼气师也有些纳闷，不断用眼神交流。老大睡过头了，搞错地方了。这段倒柱之舞已经跳了3遍了，下面这些单纯的村民也已经看烦了。那老道轻咳了一声，停下诵经声，先是摇头晃脑，又是用古怪的语调喊道：信奉尊神，可得尊神庇护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王才啊，你来为大家演示一番。被选中的那个年轻人顿时答应一声，立刻暗中给自己贴了一张符箓，像模像样的在泥像之前跪拜上香，胸前身后出现了金色光芒。这符箓名为金刚符，算是比较初阶的符箓，抵挡俗世兵刃自然不在话下。然而这年轻弟子向前迈出半步，刚要按照流程喊1-2个人上来用刀砍自己，但是目之所及，念头一起，心底的灵觉狂跳，疯狂的嗜血。看着这满场一个个强壮到不像话的人形生物，王才整个人渐渐地被阴影吞噬，嘴角抽搐几下。突然间，他在人群后面找到了一个眼睛红肿，看起来还挺可爱的小姑娘，心底一喜，指着那少女就道了句：这位姑娘可否上来试试，能否打得动我？哦。熊灵力抬头看了下，擦了擦婆娑的眼泪，小脸蛋儿分外的惹人怜爱。但是当他挤出人群的一瞬间，王才的双腿禁不住哆嗦了一下。这个真的要打你吗？熊灵力小声地问。对的。王才扭头看脸团队2号人物，那老道瞪了一眼，这王才只能如此答应，心底不断地告诉自己，这小姑娘只是壮了一点，也不过是个凡人。对，她只是个凡人。我们是炼气师，我们不会吧？夕阳的余晖中，5名炼气士在寨子门外动作慌乱地架起云，迅速朝着海边飞去。前面2个人抬着那尊被遮起来的宝光泥像，后面的一个老道和一名年轻的炼气士搀扶着一名双腿打颤的王才。王才的胸口有一个明显的拳印，凹陷了3寸，自身法力如潮汐冲荡，久久不能平复，飞着飞着就会对一旁喷出一口鲜血。还好我已经达到了化神境，这种伤还死，可能真的会死吧。老道连忙喊道：王才，哎呦，王才！满嘴鲜血的王才扭头对师父勉强一笑：师父，我没事儿，我们是炼气师。师父，咱们以后不来这个寨子了，行吗？不来了，咱们不来了。老道颇为动容。快，咱们找个安稳之地，你赶紧调息啊。还有，你下次吐血朝你师兄吐，为师这件道袍刚制版没多久啊。王才有气无力地道了句：师父，能给弟子一颗丹药吗？哎，为师这里只有疗伤丹，没有调气之丹，你暂且先忍一忍，回去打个坐就好了。
寨门处，那群村民涌了出来，片刻前都还是满脸嫌弃的他们，此时正双眼放光地看着这5个人在空中的背影。一位金刚大神小声地问了句：他们会飞？难道真的是尊神派来解救咱们的使者？哎，神使别走啊！快追快追！有一个猎户大叔怒吼了一声，寨门处的一群人瞬间向外涌，寨门晃了晃，轰然倒塌。那空中5个人扭头一看，齐齐变了面色。只见后方乌压压的一群强男壮女发足疾驰，在地面飘起了浓烈的烟尘，像是千军万马在奔腾。他们的声音太雄壮了，喊声实在是太嘈杂。这老道面色大变，抓出2张符箓就甩出去，空中顿时狂风大作，2朵白云飞速地朝着空中升去，将下面那群追赶过来的村民远远地甩在身后。师傅，他们追咱们干嘛？咱们还没卖符给他们啊！你们是不是又骗人家村里的小姑娘了？师傅，咱们跳了1天，老大一直没来，想骗也没机会。那王才颤声道：骗不得，绝对骗不得，这发个假真会死人。吐那边。我咽回去了，师傅。好徒儿，快走，为师再加把法力。那老道再次催法。这偏僻之地果然多怪事，咱们快去找老大会合，再说其他。不多时，这2朵白云在空中越飞越远，下方追逐的熊寨村民无功而返，一个个垂头又丧气。先是跑了一个海神，又走了一位泥神。晚间寨子所有人聚在一起开会时，都有些提不起精神。我们寨子这么不被神们看好吗？我们都是脆弱的凡人，也都需要保护啊。作为2件事的主要参与者，熊灵力倒是没有被骂，被罚给寨子的老人端茶倒水。村长看众人尽皆精神不振，带了一件李长寿所留的大金链的这位老人心底渐渐有了一个主意。大家打起点精神，咱们不还有个海神吗？咱们寨子这些年出一些天灾祸端，都是在海上捕鱼的时候，打猎一般不会出事。依我所见，咱们就为海神立神像，按时祭拜，也肯定能得到庇佑。村里少有的几名业余炼器士，熊灵力的父亲刚想说话，却被身旁那位村子里罕见的身段窈窕的妇人轻轻按下了粗壮的手臂，示意他不要说话。很快，熊寨的村民开始商讨该如何祭拜，如何供奉海神。当熊灵力的母亲，就是那位窈窕的妇人，拿出海神赎税时，他画在兽皮画上的画像，这群村民顿时兴奋了。夜色中就开始物色弄神像的石块，把一块块的大石扛回寨内。夜深人静时，李长寿躺过的那张床榻上，熊灵力正成一个大字呼呼大睡。隔壁房中，那对夫妻在床边依偎。熊老三沉声道：夫人，之前怎么不让我提醒大家，那是一位仙人，不是什么海神呢？祭祀之事，无非是给大家心底一点安慰，仙人哪里会管咱们呢？妇人轻轻一叹：哎呀，我本想让灵力能拜这位仙人为师，去学一些高明的修仙之法，但没想仙人醒来就离开了。夫人，你不是教了我修行法吗？传给灵力不也成吗？那些只是粗浅的炼气法，哪里能比得上那仙人的功法呀？我一直想将灵力送到仙门拜师，但中神州的路途太过遥远，又舍不得他一路颠簸。这样，夫人，咱们要不再要个老二，
嘿嘿嘿，有了小的，这个大的随便他出去闯荡，怎么样？哎，讨厌！别，孩子在隔壁呢。哎，我去打晕他。哎呀，别了，注意点就是了。嘿嘿嘿嘿嘿。不多时，熟睡的熊玲丽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噪音，她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自己的。似乎是梦到了白天被族人指责的情形，这位少女轻轻抽泣了几下，睡得更加深沉了。几个月后，那片草原上，一路紧赶慢赶，发现西方教并未追杀自己，又在俗世中溜达了一圈的李长寿，总算是回到了此处。在这一世的父母坟旁300丈外，做了一个简单的土洞，李长寿就在此地暂住了下来。俗世中虽然浊气浓郁，但他近来并无增进修为修行的计划，在此地暂住也是无妨。红尘行走，繁华盛景，本不该如此匆忙，但他怕西方教找上门来，故一直不曾松懈。偌大的南赡部洲，山川锦绣，江河奔腾，却无一处美景能让他停下顿发。无数城郭部族在洪荒漫长的岁月刻度下，催生出无数的人文盛景，却无一人能让他回首半瞬。我心有长生，不慕俗世情。盘坐在土洞中，李长寿的心底一片空灵，体悟着自身之道，思索着三昧真言控制威力之法。三昧真言的火种是由精气神点燃，自己的三昧真言想要降低威力，理论上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，但是可以变化几个思路。比如回山之后找灵娥帮忙，让他弄出几缕精气神来，由自己凝成火种，而后储存在自己体内。只是灵娥的修为尚浅，达不到反虚境，那样凝出的火种反而太弱，太强太弱都是不美，而且很容易把小灵娥给搞虚。只见1年，李长寿的掌心多了一缕三昧真言，他开始思索其他的办法。活人总不能被尿给憋死吧？李长寿用了几日的时间，就参悟出了解决之道。不用就是了，就是只能用气言了。气言内用元神之力模拟出精神双言的波动，自己此时单单气言的威力虽然也挺强，但也不会太过扎眼。人生大概便是这般，难有十全十美之事。我的实力提升，遮掩气息，模拟气息之法，可以蒙骗更高修为的前辈高人，但是同样也留下了三昧真言这个小小的漏洞。回去之后要时刻注意此事。现如今被真仙扼住手腕，对方就算是刻意探查，也很难看出自己的真实修为如何。触碰到女子就会抽搐的这个病症，也可以找机会痊愈了。在俗世中走了这一遭，李长寿也并非没有什么收获。说到赚功德，搞一点发明扔在人族，似乎也有功德。摸着下巴思索了一阵，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这般想法。人族之中能赚功德的机会还是相对较多的，比如医药、生产工具这些方面都可以有功德可捞。但这么做的前提是必须自己有足够的实力，凭自己此时的积累，只要一得天道降下的大功德出现异象，必然会被6位圣人所知。自己最有可能的下场就是被圣人老爷们看出根脚，然后抽个魂解个剖。哎呦，哼，还是老老实实修行吧。李长寿的心底轻笑了一声，打消了这些活泛的念头。稳字当头坐，自可得消。我去，这又是什么？毫无征兆的，李长寿的心底出现了一些模糊的画面，自身泛起了一缕模糊的感应。那画面之中，一群强壮的男女在我的脚下
跪拜祈福？他连忙掐指推算，很快就有些哭笑不得。哼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那个熊寨真就给我做了个神像，把我当成海神诚心祭拜了。哼，天道自身感应，我现在也接了此地的香火，这多少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吧。李长寿摇头苦笑，最初还并未太过担心此事，毕竟只是个1000人的寨子，弄出来了一个不灵验的海神，几个月之后发现没什么作用，自然就不会拜了，这沾染不上太多的因果。但是很快李长寿就意识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，他现在不就相当于独身一人在跟西方教争夺香火供奉吗？哎呀，这要是被西方教的圣人感应到，掐指一算，不行，要立刻赶回渡仙门，回到太清圣人的地盘。上面有老的罩着，也就不怕那2位到处给人洗脑挖墙脚的道祖记名弟子了。这6位圣人之中，唯有三清老爷与女娲娘娘算是道祖亲传。当然了，太清圣人显灵渡仙门是不太可能之事，但只要西方教有忌惮，那就足够了。李长寿厉声警觉，身形在土洞中消失不见，朝着东胜神桌而去。一路上比来时要快了许多，路上的精彩也少了许多。偶尔瞥到山间灵兽，听闻童子牧歌，也得见一对叔嫂收拾细软私奔，被一群村民追赶。那场未曾停歇的征战还是流血不止。